嗨，天哪，我好像很久没有录影了。今天是新的一年，2026年1月4号的凌晨，我刚刚去策展了把去年最后一个作品带回来了。然后今天的录影其实比较像是要录一个新年的重新整理一下状态的记录，这样说吗？就是我发现我做这个频道的状态，就是现实生活中太多事情了，就是光是去年夏天就突然驻村变得很忙，然后我紧接着马上去了另一个驻村，在美国的 Nebraska 这个州。那回来以后就马上做了我刚刚才去拆掉的那个作品，那个装置。然后因为是尝试新的材料，所以我做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我一度做不出来，就是它没有办法呈现我想要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差点要开天窗了，因为它的新的作品我没有办法用其他东西去替代。幸好有做出来，所以就是就是太好了就是新的尝试，然后也有顺利展出，表演也顺利完成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分享新的一年的第一个季节，冬春这个季节的计划，然后希望它可以像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新的好的一年一样，它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就是我受到这边策展人的推荐，然后就是我要在台南驻村，超级无敌紧张，我其实很焦虑，因为一来回去一定又要跟家人聊一聊，然后就有一种我不知道，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烦恼或是问题，但就是我状况就是有一点觉得很久没回去，然后回去要2个多月3个月，结果我2个月都要在别的城市住，就有一点就会担心说家人会不会有点维持，加上现在又是跟他们没有很常联络的状态，就是更有一种会不会就是要回去看他们，结果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会蛮紧张的，就是要面对家人。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是我第一次以艺术家的身份回台湾做事情，就是驻村。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在台湾有展览，就是或是各种艺术类的活动，所以我也会很紧张，说我的作品风格啊，或是内容是台湾的大众会感兴趣的吗？或是说会不会喜欢？我觉得喜不喜欢是其次，比较重要是有没有能够让我的作品跟大家有一点互动，或是激起一些讨论。因为我一直作品都是在讲社会议题嘛，所以我当然希望大家看我作品的时候是可以促进大家对话跟讨论，所以我才会说有没有兴趣比起喜不喜欢很重要。因为那个兴趣不一定是好的，就是他那个兴趣有可能是这东西怎么这么怪，或者是我看不懂，所以我需要去讨论，需要去解惑，这样也是一种激起好奇心跟激起讨论对话的方式。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不管我作品做出来是被喜欢还是被讨厌，但我希望它被关注到。所以我就会想，那到时候到那边之后，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要怎么样跟驻村的那个地方更有呼应，这样子。那现在就先不公布名字，因为还在处理一些细节。然后这段时间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有讨论到，我觉得蛮不好意思的，就是对自己也是觉得谴责自己没有
花时间努力多做一点影片。但是就是如果希望接下来大家还是继续看的话，会很感谢。那接下来也会开始有继续弄一些美国签证的事情。我会把O1发完的，就是请大家放心，因为已经录完了O1的部分。再来差不多就这样了，希望2026年可以让2025出现的变动或是模糊的地方、摇晃的地方都明朗化，然后我们去接纳这些需要的改变，然后朝自己更想要的方向迈进，然后变得更闪亮。我觉得这是我对2026年的期望吧。就是接下来半年应该会要有很多事情要做决定之类的。好笑哦，作为艺术创作者，今年祝福语就是马上变有钱。我觉得这很有趣。我觉得艺术创作者们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和理念，但很大一部分的人都在烦恼钱。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见面的时候，常常就是在讲这件事。我觉得有趣的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就是我们都很清楚脑袋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那么顺遂，所以希望今年可以再顺心一点，当然一定要平安健康。好啦，就先这样。最近纽约超级地皮冷的，就感谢你们，我是小猪，回顾。